是个公子。别浪费，你别说话。怀仁，把孩子抱过来给我看看。叫陆生吧。声子太大。大点好，名字大，命就硬。二弟，节哀。韵儿是个好女子，孩子是她用命换回来的，你得把这孩子养好。爹，我知道。开什么玩笑！上辈子熬夜写论文猝死就算了，这辈子刚睁眼就又要挂了，加起来活了不到1天。检测到宿主意识信号，磁条系统绑定中，绑定完成。宿主陆胜，5道修仙境界无，新生礼包，首次绑定，立即抽取1枚磁条。获得磁条，剑骨头白，低等根骨，生命力提升，堪比婴儿界蟑螂。乖，睡觉觉。条抽取勤奋白，你更加努力，意志力提升。随我屁事。磁条抽取机敏白，记忆力提升。五漏珠过怀。这小子像你娘。磁条抽取剑骨头白，检测到3枚同名白色的磁条，可合成绿色磁条，是否合成？合。过目成诵。红皮铁骨绿，中等根骨，磁条抽取机敏白，记忆力提升。2个机敏叠加，现在看过的东西，真的一字不差全印在脑子里了。而且这6年里，我把陆家的情况摸了个清楚。爷爷炼气3层，大伯后天巅峰，父亲炼气2层。测灵时，把手放上去就行。二弟，这意料之中，韵儿怀他的时候受过伤，阴气入体，孩子先天根基受损，没有灵根太正常了。没有灵根怕什么？你爹我18岁才有灵根，你爷爷50岁才有灵根，咱们陆家的灵根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修武道，先天境突破之后，天地灵气贯体，自然而然会在丹田中孕育出灵根，品质不会高，但对于起步来说够用了。你爷爷还有我，走的都是这条路。老二说的对，陆家没有天生的灵根，但陆家的骨头硬。侄子儿，你大伯我虽然还没突破先天，但打架嘛，苍云城谁来都接着。武道这条路不比修仙差到哪儿去。6年积攒的磁条，没有给我飞天遁地的本事，但给了我一副扛得住打的身体，和一颗记什么都忘不了的脑子。陆家以武入道，正合我意。
什么时候开始练武？啊，急什么？明天就开始，老子亲自教你！先泼一桶醒醒神。好，精神了吧？跟我念武道三境：断体、后天、先天。断体练皮肉筋骨，后天修真气运行，先天沟通天地灵气，三境之间层次分明，不可逾越。武道三境：断体、后天、先天。断体练皮肉筋骨，后天修真气运行，先天沟通天地灵气，三境之间层次分明，不可逾越。这是爹修行过的先天功，适合没有灵根的武者。从断体到先天一路通吃，功法不算上乘，但路子正，基础扎实。爹之前教的奇经八脉走向，还记得吗？记得。手太阴肺经起于中焦，下落大肠，还循胃口，上膈属肺。行了，显摆。你的经脉比同龄人宽不少，骨骼密度也高，底子比我6岁时好得多。话不多说，断体第一重练的是皮膜。拳头砸，掌根推，手背蹭，肘肩撞，一个沙袋50下，12个一轮，1天3轮，配合先天功第一层的呼吸法，引气血至皮表滋养。这小子不喊疼，不叫累，也不偷懒。6岁的孩子出拳节奏稳定的不像话，是个练武的疯子。武道境界：断体一重。你打通手太阴肺经了？好像也不难。我当年断体一重练了2个月，你是不是瞒着我偷练过？没有。那你怎么1天就破了1重？可能天生骨头硬。行，明天练第2重，老子给你把重量加倍。武道境界：断体2重。武道境界：断体3重。武道境界：断体4重。武道境界：断体5重。武道境界：断体6重。武道境界：断体7重。武道境界：断体8重。武道境界：断体9重。武道境界：断体圆满。刚花了整整1枚灵石，从药铺买了一大堆淬体药材，药材备好了，人已经用不上了。好家伙，亏大了。骨密如铁，筋韧如藤。6岁的身体，骨龄少说13、14，这不是普通的天赋高。爹，什么意思？我年轻时在云渡山猎过一头青背熊，那才2岁，骨架却比5岁的同类大1倍。抛开一看，骨质异于寻常，每一根骨头里都有细密的纹路，好像天生就是拿来挨打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叫特殊体质。这孩子就是特殊体质。爹，你是说小象10天断体圆满，不是他练得快，而是他的身体天生就该这么快。后天境他绝对不会慢。老二，这孩子如果不出意外，10年之内必到先天。好，你们3个拜先天，咱们陆家要翻身了。从明天起，家里的资源
全部向这孩子倾斜。3个月的时间，我从断体圆满推进到后天4重，先天功已经修到第5层，真气运转路线烂熟于心，但速度比断体时慢了不少。陆家这3个月变化不小，最大的变化来自大伯。大伯卡在后天巅峰7年，在我断体圆满那天晚上，他把自己关进了柴房。3天后，柴房的门从里面被一掌拍碎，走出来的时候，周身气息沉凝如渊，一股属于先天境的灵气波动从他体表扩散开来，他破境了。小胜，来趟大厅。好小子，头角峥嵘，气血旺盛。陆老二，你这儿子养得好啊！大叔，你是？大叔，我才28。我叫罗峰，那是我女儿卢素素。罗叔叔好。好孩子。小胜，你罗叔叔和我是旧交，他女儿头一回来我们家，你带她在院子里转转，熟悉熟悉。你是陆胜？你几岁？6岁。我也6岁。你吃吗？你舔过了？就舔了1口。不吃。不好玩。怀仁，你儿子不错，筋骨扎实，气血沉稳，6岁的底子，比有些修仙世家的嫡子都盘得实。你也别绕弯子了，这次来不是顺路吧？你我当年在青云镖局搭伙走镖时发过誓，将来若有子嗣，同姓结拜，异姓结亲。我罗峰这辈子说出去的话，从来不打折扣。我闺女素素今年6岁，你家陆胜也6岁，2个孩子年纪合适。门第上，我罗家虽然是筑基家族，但我这一脉向来不讲究门第高低。你罗家筑基，我陆家练气，说不讲究，你老爷子能同意？我爹那边我来扛，这事儿你别操心。我今天来，除了认亲，还有一桩正事。你家种的黄芽米，以后我全收，10斤1灵石。我陆家有2亩下品灵田，种的是1阶下品黄芽米，10斤1灵石，比良铺高了3成。2亩田1年2000斤，这就是200枚灵石。罗峰，你这是来认亲的，还是来接济我的？认亲归认亲，买卖归买卖。你家的米本来就值这个价，以前是那些粮铺眼皮子浅，把价压低了。行，这买卖我接了，亲事等孩子们大一些再说。不急。你家好小。我家可大了，有3个院子，还有一个池塘，池塘里养了锦鲤。你怎么老啊？你家锦鲤几条？17条，有1条金色的最大，还有1条黑色的。小胜，从今天起，你罗叔叔家和咱家就是通家之好了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。爹，你该不会把我卖了吧？说什么呢？小心我长大后把你养气管！等人齐了再吃。陆生，给你的，我娘做的桂花糕可好吃了。
谢了。小胜7岁了，侄儿7岁，后天7宠，好兆头。先吃。 7岁词条抽取已就绪，是否抽取？终于来了，抽。机敏白，记忆力提升。第3个机敏。检测到3枚同名白色词条，可合成绿色词条，是否合成？合。悟性不凡绿，中等悟性，理解力、领悟力提升1倍。悟性。 铜皮铁骨给了我抗揍的身体，悟性不凡，给了我看透本质的脑子。你怎么了？不吃啦？吃。我下个月再来行不行嘛？好啊，陆家随时欢迎。哼，这2个当爹的笑容，真是让人头皮发麻。陆少，下次给你带芝麻酥。罗家丫头不错。爹，我7岁，所以我才说不错。我要说很好，那就不是7岁该操心的事儿了。明天起，教你剑。 好，接着13剑看完。不只是招式，这13剑是一条真气链条，终点是剑意。 我演一遍，你跟着练。先看前3剑，到你了。谁教你的卸力？没人教，册子上画得很清楚。 接着往下，练。今天到这儿，1日通8式，这就入门了。 二弟，给我也倒点儿。滚！我自己喝。发什么疯？3天，13式小成，老子当年用了1年半。爹。 第12剑需要同时拧腰和翻腕，角度差3分。第13剑收势太急，真气会在手阳明大肠经撞上。我身体扛得住，但影响剑速。你说的这些，我练了6年才琢磨出来。看好了。 看清了，看清了，练。达成了，就像13条溪流汇成一条河，河的尽头到底是什么？
卡住了，招式纯熟到闭着眼都不会出错。但剑意就像一层薄雾，看得见轮廓，摸不到实体。喝完歇着。想听你爹当年怎么悟的剑意吗？想。那年我17岁，跟着镖队走云渡山南线，碰到一窝狼，领头的母狼练气2层，一掌把我拍进了山沟里，3根肋骨断了，左手脱臼，剑也飞了。我躺在沟底，两边是石壁，前面是死路，退无可退。那只母狼从上面跳下来，离我只有10步。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不能死在这儿，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完。然后我就捡了块石头，我攥着那块石头，心里只剩下一件事：劈开前面的东西。一块石头被我当剑使了，13剑的招式全忘了，就记得一个字：劈。那一下出去，石头碎了，母狼的脑袋也开了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那一下就是剑意。爹，你的意思是？剑意不在剑招里，13剑13式，说到底只是13种劈东西的方法。方法练1万遍还是方法，你得找到那个让你非劈不可的理由。好了，大道理讲完了，别着急，你才7岁，你要是这也能一天悟出来，你爹我直接破防。劈开最硬的那层壳。我刚才说的什么来着？你要是这也能一天悟出来，你爹我直接破防。吃饭。武道境界后天7重剑意雏形。真气丹不入品的货色，但对后天境够用了。1天1颗，饭后服用，配合先天功运转，药力能吃进去8成。爷爷，这一瓶多少钱？30颗，30枚下品灵石。1颗不入品的丹药，就值1枚下品灵石。陆家2亩灵田，1年撑死200枚灵石收入。1天1颗，1年就是365枚，陆家全年收入的将近2倍。爷爷，这钱……别操心钱的事，你爹那边的丹药停了，我这边也减半。你大伯刚突破先天，光靠自身吸纳灵气就够，省下来的全归你。我知道了。老二跟我说过，你盘算着以先天境突破的时候，想凝火属性灵根，想法不错。火灵根配上你这副骨头，将来若能走上炼丹的路子，一炉丹药的利润比得上10亩灵田。陆家要翻身，光靠种地不行。炼丹，我确实想过。真气丹这种不入品的东西，1颗就值1枚灵石。往上走绝对是暴利，但前提是有火灵根。先天功是无属性功法，要想凝火灵根，得在突破之前做准备。这时不急，先吃套这瓶丹药。
武道境界后天9重。出关了。爹，什么事儿？跟我出趟门。出门？去哪儿？去看看你以后要混的地方。炼气境，修士和凡人走在同一条街上，却像是两个完全隔离的世界。前面那条街叫虎符巷，猎者公所在那儿。你大伯以前常去街悬赏。左手边那个3层楼是陈家的铺子，卖灵气的，贵，咱买不起。右转过去是丹药坊，城里就这2家。老板姓周，炼气5层，脾气臭。那边是罗家，罗家是苍云城唯一的筑基家族，老爷子罗宏远，筑基2层，整个苍云城他说了算。啊，咱家呢？咱家和陈家并列，都是炼气家族，但陈家底子比咱老。陈家老祖陈玄真，炼气8层，手底下3个儿子1个孙子，全是炼气境。不过，你爹和你罗叔叔是过命的兄弟。真要论关系，咱家比陈家硬气。关系是关系，实力是实力。罗家筑基，陈家炼气中上，陆家垫底，这食物链够清晰的。怀仁，师兄，小胜，叫人。这是你爹昔日的师兄，少华。少叔叔好。这就是陆胜。好孩子，长得真精神。进来吧。见面礼。谢谢少叔叔。燕儿被掳走5天了，他们开价50枚灵石。说是在城外30里的黑松岭。你凑了多少？47枚，能借的都借了。陈家药铺的账也赊了，事后去当1年试药人，还差3枚。我卖了这院子也能凑齐，但我怕他们收了钱不放人。怀仁，我就这一个女儿。那伙人什么来路？城外散匪，领头叫赵铁，后天巅峰。但年纪大了，气血衰败，手底下7、8个人，最高后天6重。行，这事我接了。怀仁，事后这50枚灵石是你的。别急着谢，我有个条件，我儿子跟着去。陆胜才7岁，这你不用管。小胜，走。去哪儿？3棵老松后面有人，2个人，一个在左边松树后，一个在右边灌木丛里。气血波动分别是后天5重和3重，是暗哨。我刻意收敛了真气后，他们的警惕性解除了。燕儿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邵先生，规矩改一改。灵石先给我，我验完了，人归你。不行，同时交，
你让燕儿走过来，我把灵石推过去，否则我一掌打碎，灵石崩成渣，谁都拿不着。行。爹，过来，慢慢走。气血从平缓瞬间聚拢，收紧，发力前兆。燕儿！如何？尚可。那下次出剑留点余地。陆生，谢谢。不客气，邵叔叔把灵石拿回来吧，在赵铁怀里。显赫，怀仁，说好的，事成之后50枚灵石归你。我欠陈家药铺的账，40枚灵石，我却当是药人，1年期。是药人替陈氏药铺试服未定性的丹药，药性温和的吃不死，药性爆裂的运气好落个半残，运气不好直接没了。1年40枚灵石，买命的价。家里的院子卖了凑赎金，现在没有住处。燕儿今年9岁，我去当是药人的。放我家！你别给我整那些有的没的。一个小丫头能吃几碗饭，养着就是了。她在你家当个侍女就成，不能白吃白住。侍女？谁家9岁小丫头当侍女？师弟，行了，孩子放这儿，你安心去还债。跟我客气什么？你要真过意不去，等你还完债回来，请我喝一顿好的。都听见了？邵燕儿以后跟你住一个院子，你看着点。小丫头刚遭了大罪，别吓着她。30枚给爹，补丹药的亏空，20枚存着，你以后突破先天用得上。没睡着，装的。明天开始闭关，先天境的门槛我已经摸到了。常人冲关，经脉承受不住反震，必须停下休息，但我不需要。孩子，喝粥。唉，
你谁啊？你怎么蹲在这儿？冷不冷？不冷。是吗？可香了，我娘做的，拿着。好吃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家还有桂花糕，比这个还好吃。你怎么哭了？不好吃吗？好吃。那就别哭，以后我每次来都给你带。你叫什么？罗素素，你呢？少燕儿。少燕儿，名字真好听。走走走，我带你去看陆家那棵大槐树，可大了。最后一口气。就是现在，起！好热，你觉不觉得变热了？先天，别打扰他。灵根。武道境界千天境，修仙境界炼气1层，灵根下品火灵根。晚上加菜。火灵根，跟你爹一样。圣陆少，你刚才手上烧的什么？好厉害，与我的不一样哎。先天水属性灵根，从6岁觉醒到现在1年半，罗家资源堆着，才炼气1层。这丫头是有多懒？没什么，去吃饭。吃什么？走走走。小圣，先天了。7岁先天，炼气1层，咱陆家祖坟冒烟了。说什么呢？既然灵根已经凝了，功法的事得提上来。火灵根得配火属性的功法，我修的五行诀只是入门级别，上限太低。入了1个月，没人赶我，没人骂我，没人让我干活还债，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，这里像个家。老二，你去跟罗峰谈，罗家是筑基家族，手里肯定有火属性功法，用不用得上是一回事，先问清楚。妍儿，你笑一个呗。笑什么？就笑一个嘛。你老板着脸，跟陆胜一样无聊。你笑啦！宿主陆胜，岁数7岁，武道境界先天境，修仙境界炼气1层，灵根下品火灵根。
功法先天功已至极限，下品灵根上限太低，先天功也到头了，必须换功法。炼丹是破局的唯一出路。陆公子，吴奶娘说汤还剩一碗，给你留的。谢谢。不用谢。陆公子，谢谢你救我。60年了，林哥哥，你终于肯联系我了吗？林哥哥，你看我能搬起这块大石头。二丫，快放下，小心别砸了脚。林哥哥，吃了这颗洗髓丹，你就能生出灵根，跟我一起回宗门了。佳儿，你我如今已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这路我想自己走。陆家第3代是他的孙儿。来人！长老有何吩咐？贝非洲，我要去一趟苍云城。林哥哥，60年了，你终于还是向我低头了吗？这种力量比筑基后期还要恐怖，难道是金丹老祖？苍云城罗宏远拜见前辈，不知前辈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碧落宗办事，闲杂人等，退下。是，晚辈遵命。城西，那是陆家的方向。碧落宗的大人物来找陆家做什么？爹，您怎么出关了？我问你，你之前是不是跟我提过，想让素素跟陆家那个叫陆胜的小子结亲？是啊，那不是您一直没点头吗？说陆家根基太浅，配不上我们罗家。放屁！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我那是让你再考察考察。听着，这门亲事我准了。你现在立刻马上去陆家，把这件事给我敲死！爹，这到底怎么了？别问那么多，你只要知道，陆家马上要一飞冲天了，我们罗家能不能跟着喝口汤，就看你这次了。要什么聘礼给，要什么条件应，不惜一切代价。
必须跟陆家攀上关系。我这就去，这就去。这就是我念了60年的人，这就是那个宁愿在武道中蹉跎岁月，也不肯接受我一丝一毫帮助的男人。但凡能接受资助，林哥哥也不会如此年纪才炼气3层。我心中那点残存的念想，在看到他老态龙钟的模样时，彻底化为了灰烬。甚至在想，为什么要为此留恋？或许这就是执念吧。若是不断了，将来因此化作心魔，得不偿失。纳兰前辈，你还是没变。你信上说的人呢？南山、怀仁、小胜，出来见过纳兰前辈。晚辈陆南山、陆怀仁，拜见前辈。就是你。7岁半，先天境，炼气1层，气血浑厚，远超寻常武者，骨骼经脉更是异于常人，似乎是某种未完全成型的特殊体质。可惜，灵根只是驳杂的下品火灵根。你的资质尚可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12岁之前，你若能凭自身之力修炼到炼气4层，我便亲自收你为徒，做我的亲传弟子。多谢前辈厚爱，只是圣儿资质愚钝，恐难当大任，配不上做您的亲传弟子。爹，您……老朽只求前辈能赐下一枚入门令牌，让他在12岁时能有个拜入碧落宗外门的机会，便已是天大的恩情。亲传弟子一步登天，入门令牌从零开始。爷爷为什么要选那条更难的路？60年了，他还是没变。骨子里的那份不愿受人恩惠的骄傲，从未被岁月磨平。也罢，随你。12岁之前持此令牌，可入我碧落宗外门。爹，您这是为什么？那可是筑基大能的亲传弟子啊！小生要是拜了师，修炼资源还会少吗？您怎么就给推了呢？小胜，你怎么想？孙儿听爷爷的。好孩子，坏人，你看事情只看到了好处，却没看到好处背后的风险。那位纳兰前辈为何会给小胜这个机会？不是因为小胜天赋异禀，而是因为我这份人情是靠我这张老脸换来的。他今日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收小胜为徒，他日宗门里其他人就能因为嫉妒，因为派系之争，在背地里给小胜使绊子。一个靠着裙带关系上去的亲传弟子，你觉得能走多远？更何况我还能活几年？等我死了，这份人情也就断了。
到那时，小圣在宗门里无依无靠，处境只会更艰难。但一枚入门令牌就不同了，你凭此入门只是一个普通的外门弟子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你可以自己去争，自己去抢，靠你自己的拳头和智慧一步步往上走，这样得来的一切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，谁也抢不走。路要自己走才踏实。爷爷，我懂了。爹，是我想的太简单了。你呀，还是……怀仁老弟，大喜事，天大的喜事儿啊！罗大哥，什么事这么高兴？我爹，我们家老祖宗他点头了，素素和小胜的亲事就这么定了，板上钉钉。怀仁老弟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，以后咱们就是亲家了，亲上加亲。聘礼的事儿你开个口，功法、灵石、法器，只要我们罗家有的，绝不含糊。聘礼不是嫁妆，合着我成吃软饭的了。艾玛真香。亲事是小辈的事，他们自己要是没意见，我们这些老家伙自然乐见其成。至于聘礼，心意到了就行，都是自家人，不讲究那些虚的。陆叔说的是，说的是。素素，快过来，见过你未来的公公和爷爷。陆爷爷，陆叔叔。陆老哥，怀仁贤侄，冒昧来访，没打扰到你吧？陈族长大驾光临，陆家蓬荜生辉，快请坐。陈族长也来了，罗峰兄弟也在，正好，今天真是个好日子。陆老哥，今天那艘飞舟，想必你也看见了。那阵仗，怕是只有东域大宗才有了吧？来了，这就叫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是啊，好大的非洲，老头子我活了这把年纪，也是头一回见。我听说，那非洲好像是在陆老哥你家上空停了许久。可能是我家院子里的槐树长得好吧，招来了仙人驻足。老东西，拿这种鬼话糊弄我。陆老哥真会说笑。实不相瞒，我来是想打听一下，可是贵府小辈入了仙宗的法眼。若真是如此，那可真是我们苍云城天大的喜事，我们陈家也该备上一份贺礼才是。唉，不瞒陈族长，确实有位仙人路过。那位仙人说，我家小圣资质愚钝，不堪造就，想进他们宗门，12岁之前必须修炼到炼气4层。我家小圣下品火灵根，根基又差，这怎么可能嘛？这不，仙人摇摇头就走了。12岁，炼气4层，对下品灵根来说，除非拿海量的极品丹药硬堆，否则就是天方夜谭。陆家穷得叮当响，卖了地都买不起几颗，看来是虚惊一场。原来如此，那确实是可惜了。不过圣贤侄小小年纪便能入炼气，已是人中龙凤，未来不可限量啊！哪里，比不上陈家的青年才俊。陆叔，高，实在是高。
反厌绝残本，能修到炼气10层，拿着。修仙境界，炼气2层。来了。检测到宿主修为提升，词条系统由 1.0 版本升级至 2.0 版本。2.0 版本特性：词条池扩充，抽取概率调整，白色词条抽取概率 80%， 绿色词条抽取概率 20%。绿色词条概率从之前0%，直接提升到20%。是否进行年度词条抽取？抽取。恭喜宿主抽中绿色词条保底。欧菲守恒定律的终极体现，选择一项副职业后，你每尝试10次，必然会有1次获得成功。我去，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神技！一阶下品2手丹炉。爷爷卖了去年所有的黄芽米，花了160枚灵石才换来的。爹当年炼丹没走完的路，我来走。开炉。第一步，温炉，悟性不凡，让我对真气的操控得心应手。这第一步不难。接下来是整个炼丹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：提存、融合。温度高1分烧成灰，低1分杂质去不掉。不好！第1分废！提存青木花的时候，心神波动了一瞬，导致火猛了。药液融合比例失衡了，再来。9次失败，原因全都不一样。这炼丹的门槛简直比登天还难，只剩最后1分了。又来！赢！
一阶下品真气丹，一炉6枚。什么味儿？有丹香，还有一股烧糊了的味道。小盛，你屋里煮什么东西了？小盛，这是你干的？嗯。瓶子里是丹药。真气丹，还是成色这么好的真气丹。这小子刚踏入炼气2层，今天就变成炼丹师了。这是什么妖孽？不行，这事儿太大了。你在这儿等着，哪儿也别去。爹，二弟，快来呀！出大事了！爹，二弟，你们看！小盛，你动丹炉了？丹药那儿，成色上佳，药力精纯。你练那儿？我当年别说成丹，连药液都融合不了，自己这个儿子第一次炼丹，就炼出了一炉6枚的上品真气丹。我只有丹圣之姿啊！哎呦，拉下点手！嚷嚷什么？想让全苍云城的人都知道吗？除了我们，还有谁知道？没了。此事到此为止，绝不可外传。小圣8岁便能炼丹，此事要是传出去，不是机缘，是祸端。一个7岁半的先天境已经足够惊世骇俗，再加一个8岁炼丹师的身份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这会引来杀身之祸。爹，我明白。那这些丹药怎么办？丹药是好东西，能换成灵石，加速我们修炼。卖肯定是要卖的，但是不能以陆家的名义去卖。您的意思是找罗家？罗家现在跟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有碧露宗那层关系在，他们不敢对我们动歪心思，由他们出面最稳妥。怀仁，这件事交给你去办，就说是你练出来的。我？对，就是你。你当年本就学过炼丹，如今说是侥幸成功也说得过去。对外，你就是陆家新晋的炼丹师，小圣必须藏在幕后，安安稳稳的修炼。爹，我知道了。怀仁老弟，什么事儿这么急着找我？罗大哥，你先看看这个真气丹，成色不错，比陈家药铺卖的那些货色强多了。怎么了？这丹药有问题？罗大哥，这丹药是我炼的。你说什么？你练的，你成炼丹师了？侥幸成功了一炉。怀仁老弟，你这真是走了大运了。先是生了个麒麟儿，
现在你自己又成了炼丹师，你们陆家的祖坟，这是要往天上冒青烟啊！罗贤侄，今天请你来，想谈笔买卖。陆叔，您说，怀仁虽然侥幸成功，但你也知道，炼丹一道耗费巨大，我们陆家家底薄，实在支撑不起，所以我们想跟你们罗家合作。陆叔的意思是，我们罗家出材料，怀仁老弟负责炼丹。正是此意。这有什么问题？这简直是天大的好事！一个能稳定产出丹药的炼丹师，对任何家族都是宝贵的财富，更何况他们还是自己未来的亲家，这买卖稳赚不赔。陆叔，怀仁老弟，你们说怎么个合作法？我们不要灵石，我们只要材料。你们罗家每月提供50份炼制真气丹的材料，我们也只交还50枚真气丹。50份材料成本25枚灵石，50枚真气丹市价50枚灵石，陆家1分钱不赚，白白给我打工。陆叔，这不合适，哪有这么合作的？利润必须分。罗贤侄，你先听我说完。50份材料，我们只保证50枚成丹。至于这50份材料，怀仁能炼出多少，那是他的本事。多出来的，我们陆家自己留下。原来是在赌成功率。怀仁要是水平不行，陆家白忙活甚至倒贴；可要是水平高，多出来的全是陆家净赚的。不行，陆叔，我们算是亲家，50枚真气丹的利润55分成。不过多出来的丹药，我们罗家有优先购买权，价格嘛，肯定不能按市价来，也不能让你们吃亏，就按市价的80%，如何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怀仁老弟，这是这个月的量，你先用着，不够了随时跟我说。爹，这事儿就这么成了？成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苍云城陆家的炼丹师了。半年了，靠着保底词条加持，我现在炼丹成功率高达50%。每炉稳定出丹3到4枚，陆家的腰包彻底鼓了。真气丹保底进度9%，一阶下品聚灵丹保底进度0%。这半年我也摸清了保底的极限，不同种类的丹药保底栏是完全独立的，无法靠刷垃圾丹药来提高高层次丹药的保底。修仙境界，炼气2层巅峰。炼气2层巅峰，最多再有2个月就能突破炼气3层。而且修炼的繁焰诀，更是在悟性不凡的加持下，达到了大成境界。爹，怎么了？儿子，快跟你爹说说，你那繁焰诀是怎么练到大成的？明明是同一本功法，我比你高1个境界，可练了快1年，还停在入门阶段，灵力运转磕磕绊绊，你1年就大成了。唉，灵力要意随心动，气走其经，一手丹田，不能死磕经脉壁障，要顺着真气的流向去引导火势。我去，原来是这样。行了，你忙你的去吧，爹去闭关了。陆胜，你又长高了，你是不是偷吃什么好东西了？少吃零食，多修炼，你也会长高的。陆公子，尝尝，吴奶娘刚做的。
小生，过来一下。这是这个月卖真气丹剩下的灵石，一共20枚，加上之前攒的，已经有200枚了。你8岁半，炼气2层巅峰，根基扎实，但光靠苦修还是太慢，不能再光炼真气丹了。从下个月开始，匀出10份材料的钱，去买炼制聚气丹的药材。你先试试手，聚气丹1枚市价4灵石，利润是真气丹的数倍。只要你能炼出来，我们陆家才算是真正走上了快车道。爷爷，我明白。欺负太甚，罗家真是欺人太甚。族长，罗氏丹阁这个月又降价了，现在只卖市价的80%。我们铺子里的客人又少了20%。罗宏远那个老匹夫，真当我陈家是泥捏的吗？族长，我们是真的打不过，对方是筑基家族，而且外面都在传罗家是攀上了碧落宗的高枝。半年前那艘遮天蔽日的青羽飞舟，现在看来，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。罗家一向无利不起早，如果不是确定陆家真的搭上了碧落宗，他们怎么可能这么不遗余力的去巴结陆家？罗家售卖的那些高品质真气丹，源头绝对在陆家。去查，给我去查清楚，罗家那些丹药到底是不是陆怀仁炼的？还有，陆家那个叫陆胜的小子，这半年在干什么？修为到了什么地步？全都给我查得一清二楚！是族长。或许是考虑离开此苍云城了，老祖前几年就已经突破炼气9成，一直秘而不宣。有老祖在，天下之大，何处去不得？更何况，我们陈家可是为那位大人做事的。1年，整整1年，活下来了。兄弟，接过。这味道，还有那个背影。邵大哥，怀仁，陈家这帮畜生，当骂了有什么用？当初的契书是少华自己签的，白纸黑字，陆家插不上手。我1年前不是没试过，那时候陆家还没跟碧落宗搭上关系。我私底下找过陈氏药铺的管事，提出用灵石赎人，却被管事笑呵呵的请出去了。邵大哥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随便找个地方歇歇。回陆家。怀仁，别拉我。你闺女在家里等了你整整1年，你现在跟我说随便找个地方歇歇，你对得起燕儿吗？我就是对不起她，才不能回去。我现在这副鬼样子回去，燕儿看见了。邵大哥，你听我说，燕儿这1年过得挺好，在我家吃得好穿得好，还跟着我大哥练武，锻体圆满了。那丫头还学会做桂花糕了，手艺比我们家吴妈都好。你这副模样确实不好看，但你闺女在乎的不是你好不好看，是你在不在。经脉伤了养，根基废了，想办法。我们家现在有点门路，你先回家，其他的事情后面再说。但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站在院门口看一会儿，下雨天也站，
刮风田野战。我问他看什么，他不说话，就笑笑。你猜他在等谁？那麻烦你了。客气什么？你闺女还管我叫叔呢。爹去陈氏药铺整整1年了，说好的1年。看完了？才看到第3章。那株凝血草的词条记错了，书上写的是性温味甘，其实还有点微苦，是作者漏写了。陆公子，你怎么知道？啊，我爹炼丹的时候，我在旁边看过。嗯。妖儿在里面吗？这是少华，1年不见，像是老了20岁。远。爹，爹，你瘦了好多。瘦了，不好看了。没有，我给你做桂花糕吃，吃了就胖回来了。是要1年，经脉失损7、8，真气几乎散尽，修为退回到了后天1种都不到。能恢复吗？难，杂乱药性残留在经脉里，就算有丹药养着，也不知道能恢复几成。让他先住下来，吃好喝好，身子养起来再说。经脉的事，我想想办法。你有办法？爹，陈家那边的试药契书，你看过吗？看过。怎么了？上面有没有写药性残留导致的后遗症？陈家负不负责？没有，那份契书里只写了试药期间若身死，陈家赔偿50灵石。期满之后的后遗症，一个字都没提。儿子，你刚才问那个契书的事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想确认一下，陈家做事到底留不留后路。经脉损伤极其严重，灵力近乎枯竭。陈家试药的残留毒性犹如复古之居，死死盘踞在五脏六腑。若放任不管，他最多还能活1年。要想根治，必须用高阶排毒丹药，但我现在连丹方都没有。真气丹的药力已经不够看了。陆家要想彻底翻身，少华的毒要想解，我必须尽快跨过聚气丹这道坎。聚气丹比真气丹多了3种药材，提存多2道，温度控制要求翻倍。我研究了3天丹方，今夜必须成。融合时的灵力注入节奏不对，星辰草和絮灵花药性相克，必须错开半息投入。絮灵花提纯度不够，杂质排斥。温度控制的精度差了1线火候。给我压下去！宁，9次失败换来的1枚丹药，
说不上满意，但总算证明了一件事：我能练出来。还有最后一份，第10份。来了。药力精纯，没有杂质。原本卡了好几天的瓶颈，竟然松动了。修仙境界，炼气3层。4枚聚气丹市价16灵石，10份材料成本20灵石，还是亏。但只要多练，把成功率提上去，假以时日，利润绝对能覆盖成本。陆公子，吴奶娘让我叫你吃早饭。知道了，马上来。又是那股焦味儿。陆公子，您爹昨晚又炼丹了？我爹手艺不太行，又炸了。陆叔也挺不容易的。对了，陆公子，我爹今天能下地了，他说想跟你聊聊。行，吃完饭我过去。小胜来了，坐。少叔，身体感觉怎么样了？比前几天强多了。你爹给的那2枚真气丹管用，经脉里那些淤堵的地方通开了一些。小胜，我知道陆家现在也不宽裕，丹药不用再往我这里运了。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，能活着走出陈家药铺，已经算是烧高香了。少叔，你在陈家药铺待了1年，那边的情况你清楚吗？你想知道什么？什么都行，你接触到的、看到的、听到的。陈氏药铺的掌柜叫陈峰，是陈畅的堂弟，炼气3层。药铺明面上卖的是成药和药材，但真正赚钱的生意在后院。后院有一间密室，专门用来配置试验性的丹药。我在那里待了1年，试过的药至少有上百种，大部分是失败品，吃下去之后反应各异，轻的上吐下泻，重的七窍流血。我见过一个跟我同期的试药人，后天9重的武者，身板比我硬得多。第3个月的时候，试了一种新配的丹药，当场五脏剧烈，死了。那种试验性的丹药是陈家自己配的？不是，是外面的方子。每隔1、2个月，会有人从外面送来新的丹方。陈峰按照方子配药，再找我们试效果。外面什么人？不知道，我只是个试药人，他们不会让我接触那些东西。但有一次，我在密室里等着试药，隔壁的墙不太隔音，我听到了陈峰跟一个人说话，那个人的声音我从来没听过。他跟陈峰说，这批丹方是上面给的，让陈家务必在2年之内完成试药，把有效的方子筛出来。上面陈家族长陈畅炼气5层，还有一个疑似炼气8层的老祖，能对陈家发号施令的，至少得是筑基以上的存在。还有
陈家后院的地下有一条暗道，我有一次半夜药性发作，迷迷糊糊在后院乱走，踩到了一块松动的石板，下面是空的，有风从缝隙里吹上来。之后呢？之后我被发现了，挨了一顿打，关了3天禁闭。从那以后，后院多了2个看守，再也没让我靠近过那个位置。陈家药铺的后院有密室，有暗道，替上面的人试验丹方，有意思。少叔，这些事你跟我爹说过吗？没说过。这些事先别跟任何人说，包括嫣儿。小生，你要做什么？没什么。少叔，你安心养身体。陆家现在虽然不算富裕，但养你一个人绰绰有余。以后的事慢慢来。陆公子，我在给我爹煮红豆粥，你要尝尝吗？不用。爷爷，少华刚才说陈家后院地下有暗道，而且他们在替上面的人试验丹方。暗道试验丹方，上面的人，小生，这事你不要管，当不知情即可。陈家背后有人，这事儿我早有猜测。陈家丹师从未露面，却常年大量收购药材，并且各种属性都有，属实诡异。苍云城水太深，不宜久留。等你突破炼气4层，陆家跟着你一起去碧落宗外围的坊室入住。后天异虫的底子彻底散了，经脉失损7、8，药性已经烂进了5脏6腑，撑死还有1、2年。爹，吃粥。好吃，比你吴奶娘做的好多了。那我再去给您盛一碗。陆公子，今晚炖的是鸡汤，吴奶娘说放了几根老参。长高了，长开了，笑起来的时候跟他娘一个模样。你修炼完记得来喝。燕儿，爹走了，爹的身子治不好了，留在这里只会拖累陆家。陆公子是好孩子，以后你便跟在他身边。爹，当个侍女也好，丫头也罢，若是能当个妾室，有人护着，爹在底下也安心。别找爹，找不到的，好好活着。爹，燕儿，陆公子，我爹走了，他留了一封信。进去吧，外面凉。先把鞋穿上。陆公子，我爹他是不是快要……我不是不知道，这半年我爹吃的越来越少，我都看见了。他不想让我看见他死，是不是？你爹是个硬骨头，他做的决定谁都拦不住，但他做了一个对的决定，他把你托付给了陆家。你爹信上说让你当侍女，你要是愿意就留下来，陆家养得起你；不是侍女就当自家人。先去洗把脸，然后去吃早饭。吴奶娘蒸了肉包子。少华走了。意料之中，这半个月他夜里咳血，你大伯听见了2回。爷爷，他走的时候
您知道？陆家人谁不知道，一个将死之人最后的体面，不必拆穿。少华的信上说了什么？让燕儿留在陆家，跟着我。有些事，哭一场就好了。你练成了？嗯。10分材料，成丹4枚，成功率一般，但跟真气丹一样，练下去会提升。不慢，你爹对外才学会练真气丹不到1年，转头就会练聚气丹了，谁信？聚气丹的事烂在肚子里，对谁都不能说，罗家也不行。我知道，以后真气丹照常给罗家供，赚的零食拿来买聚气丹的材料，你自己练自己用，多余的再给自家人用。爷爷，材料从哪儿买？还是走罗家渠道？走罗家，聚气丹的材料不算稀缺，苍云城的药材铺子都有，罗家帮忙采买，不起眼。但罗峰肯定会问为什么要买，这事儿我来应付。陆叔，这是这个月的药材款，您收好。放那儿吧，辛苦罗贤侄跑一趟。陆叔，有个事儿我想问问。你说。怀仁老弟最近让我帮忙采买的单子里，多了不少一阶下品聚气丹的药材，量还不小，一个月怕是有7、8份的量。这些东西可不便宜，我就好奇问一嘴。怀仁老弟，这是在练手？那小子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心比天高，非要挑战聚气丹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过陆叔，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聚气丹跟真气丹可不是一个档次，悠着点儿，别把家底全砸进去了。我何尝不知道，可他犟，拦不住，就当花钱买教训了。行，那材料的事您放心，我帮您按最低价拿，自家人嘛，不赚这个差价。糊弄过去了。爷爷，罗峰这个人信得过吗？信得过，但不能全信。罗峰是个实在人，可他身后还有个老祖罗宏远。罗宏远这个人精着呢儿。我明白了。聚气丹成功率已经稳定在2成了，10份材料能出2炉，每炉3到4枚。现在离炼气4层也只是1年时间问题。这些聚气丹全部自用，1枚都不外流。哎呀，又炸了！这聚气丹怎么这么难练啊？爹为了维持半吊子炼丹师的人设，演得挺开心的。陆公子，你在里边做什么呢？洗了好久。沐浴。这么晚，马上就是我9岁的生日，词条系统的年度抽取的时间到了。上辈子作为手游氪金大户，生日10连沐浴焚香，反向心理暗示，各种玄学手段都得安排上。来，年度词条抽取是否开始？开始。
恭喜宿主获得绿色词条。戒之绿，向天道非常有限借取，1000年一次机会，限时偿还，否则天打雷劈，死无全尸。这玩意儿才绿色，向天道借取，这哪是绿色词条，这是金色词条被错误定价了吧？我必须先测试一下戒之的边界到底在哪儿。戒之直接提升修为之筑基期，预料之中。直接提升修为远超非常有限的范畴。戒之赐予一件法宝，天才地宝，直接获得力量，改变天赋属性。这非常有限，还真不是客气话。常规的修仙资源全都借不到。戒之创造一本无上功法，可以。偿还条件：10年内自创一门无上功法归还天道。注：借取之功法，宿主当前境界无法修炼。10年内自创无上功法，哼，这跟直接判死刑有什么区别？而且借来了还练不了，财、法、地、履财借不到，法借了还不起，地和履更不用想。那灵根呢？戒之提升灵根品质1个小阶。是否戒之？戒之内容：宿主获得杂灵根绿，下品灵根品质+1，偿还代价：下一次词条系统年度抽取，必然抽取到杂灵根作为归还代价。代价是明年的词条抽取被锁定成杂灵根，直接回收。换句话说，我花了2次词条抽取的机会，得到了一次灵根品质+1。虽然还是下品，但效率能翻1倍，冲击炼气4层的时间直接砍半。但明年万一抽到极品词条呢？赌不赌？2.0版本绿色词条概率只有2成，8成还是白色。用一次不确定的抽奖换一个确定永久的灵根提升。前世当甘迪的经验告诉我，稳定收益永远碾压赌。确认戒之。戒之成功，宿主获得杂灵根绿，下品灵根品质+1。下一次词条系统年度抽取，必然获得杂灵根作为归还天道的代价。该词条不可使用，不可合成，不可保留，获取后自动回收。灵根在蜕变，经脉里的灵力流转速度比之前快了整整1倍。突破炼气4层，指日可待。本次戒之已使用，1000年内不可再次使用。1年了，聚气丹的成功率提到了5成，彻底实现了丹药自由。年度词条抽取已就绪，获得词条杂灵根绿，戒之代价已偿还。还没捂热乎就收走了，不过值了。修仙境界炼气4层。陆公子，早。早。4层了。比我预想的快了1年。爷爷，该走了。是该走了。苍云城留不住你了。家里的2亩下品灵田是陆家的根，但也是束缚。我这就去找罗峰，把田卖了。有了灵石，到了碧落宗访视，
咱们才有立足的本钱。好。爹，真要卖啊？不卖，留在这儿等着陈家惦记。小胜的天赋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。等他入了碧落宗，才是真正的海阔凭鱼跃。坏人，南山，你们去收拾东西，除了必要的，其他都别带了。是。小胜，你爹那个人性子跳脱，但心里念旧，这趟走了，怕是再难回来了。以后我们把家安在碧落宗。陆叔，你这怎么说走就走？太突然了。孩子大了，总要出去闯的。苍云城这小池子养不出真龙。陆叔，2亩灵田，按市价2000枚下品灵石，契书已经办妥，这是田款。谢谢你了。另外，我家老祖说，临走前务必请陆家上下到我府上吃顿便饭，就当是现行。好。爹，咱们家一下就成有钱人了。2000灵石到了碧落宗访视，买个好点的院子都不够，没见识的东西。也是。陆家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这是我爹的遗愿，也是我自己的选择。陆胜哥哥，你真的要走啦？我以后都见不到你了吗？吃你的。我不想你走。拉钩。拉钩做什么？以后每个月我用通讯符联系你一次。真的，不许骗人。不骗人。陆老哥，你这个孙儿沉稳重诺，日后必成大器。我们2家的约定，我罗家定不忘，陆家同样。爹，真走了呀？小生，开始吧。此去一别，不知何时再会。这10年的新手村篇章彻底结束了。小友，可是思乡？前辈，是的。不要叫我前辈，叫我师姐就好。我叫雷云，是3长老派来接应你们的。你和3长老是什么关系？3长老与我们陆家有救。我卡在炼气完满已经3年了，这小子既然是3长老的故人之后，若能交好，哪怕3长老只替我说一句话，筑基的几率都会大增。原来是故人之后，失敬失敬。小师弟以后在宗门里有什么不懂的，随时可以来问我。雷师姐，我还从未去过碧落宗，宗门里是什么情况？能跟我说说吗？如今正好是碧落宗10年一度的开山收徒之日，宗门只收12岁以下的弟子，中品灵根以上可直接成为外门弟子，下品灵根则需要达到炼气4层的修为。师弟，你有3长老的令牌，可以免试入宗，直接就是外门弟子。外门弟子数以万计，竞争非常激烈。若想进入内门，需要在20岁之前修为达到炼气7层，然后通过内门考核，成功了才算宗门的核心。那真传弟子呢？真传只有2种可能：一，被宗门内的金丹长老看中，直接收为亲传弟子；
2. 自行突破到筑基期，一旦筑基，便可挑选一位金丹长老拜入其门下，地位等同真传。三长老纳兰家前辈也是筑基修为，如何能收亲传弟子？小师弟，你有所不知，三长老虽然是筑基修为，但他修行70年，便已真至筑基圆满，距离金丹大道只有一步之遥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碧露宗的宗主是三长老的师尊。一般而言，长老至少也得是金丹期。三长老能以筑基圆满之身位列长老席，可见宗主对他的看重。在宗门里，三长老的话语权不比一些金丹长老弱。原来纳兰家的地位这么高，爷爷当初没有选择让他直接收我为徒，而是只求一枚入门令牌，是极其明智的决定。靠人情上位，根基不稳，绝对会成为宗门派系斗争的众矢之的。自己一步步打上去，才最稳妥。小师弟，那就是碧落坊事。宗门规矩，外门弟子的家眷不可入宗，只能安置在坊室内。我先带你们去安顿。雷师姐，您大驾光临，有何吩咐？给我这位小师弟安排一处清静的院子，要能常住的。师姐请看，这几处院子刚空出来，环境幽静，自带小型聚灵阵，最适合家眷居住。就这个，合约签30年，30年租期，一共是1000块下品灵石。这个铺子租10年，10年租期500灵石。爹，咱们刚来就租铺子，要做什么生意？帮小圣收购药材，顺便卖点丹药。陆家一切以小圣为中心。灵根测试开始，排好队，一个个来。下品土灵根，炼气2层不合格。下一个。中品木灵根合格，入东侧待选区。下一个。炼气4层，10岁合格。下一个，别耽误时间。原来是三长老的贵客，属下有眼无珠，失敬失敬。陆师弟，我叫孟七，外门杂物堂的。你那枚令牌，我在宗门待了6年，还是头一回见三长老的亲笔令牌呀。你什么修为？炼气5层，6年了，不上不下卡在这儿，混吃等死呗。陆师弟以后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问我。宗门里的门道，我门儿清。一个炼气5层的外门弟子，主动凑上来套近乎，图什么？不言而喻。外门弟子的住处分2档，上面那些独院，咱们私底下叫别墅，一共1000座。中品灵根以上的弟子，或者有长老推荐的，直接分别墅。下面那些就是茅草屋了。下品灵根的弟子住那儿，4人1间，公用灶台和水井。陆师弟你就不用操心了，凭三长老的令牌入宗，直接分别墅。91号院，门禁阵法的钥匙，这宗门的底蕴，确实不是苍云城那些家族能比的。走吧，陆师弟，我带你上去。别墅编号越靠前，位置越好。前10号的灵气浓度比后面的高出2成，不过那些都是灵根中品以上在住，轻易空不出来。91号嘛，中等偏上，不错了。聚灵阵
陆师弟，满意不？灵气浓度比玄云城浓了3倍不止，这要是每天在这儿修炼，速度至少再快5成。满意。这些是宗门给新弟子的标配，外门弟子制式衣袍2套，春秋各一。储物袋1立方大小，容量不大，放点日常用品和丹药够了。生灵丹，陆师弟好鼻子，没错，生灵丹，1阶中品丹药，专门给炼气中期用的。宗门每年给外门弟子发3枚，想要更多，就得自己赚了。1阶中品，我炼真气丹已经炉火纯青，聚气丹也有5成把握。这生灵丹比聚气丹高了一个档次。若是能弄到丹方，靠着保底词条，未必不能炼出来。1阶下品制式常见。陆师弟，东西都齐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新弟子入宗后，可以去藏经阁领取1本功法和1本法术，免费的。藏经阁在哪儿？东风山腰，你出了别墅区往东走，过了演武场，沿着石阶上去就是。陆师弟，藏经阁1楼是给外门弟子看的，功法和法术都是基础的，但如果你有门路，2楼的东西可就不一样了。多谢孟师兄。哎，客气什么？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来找我。杂物堂的孟七，人人都认识。这种感觉不是威压，不是杀意，更像是走在万丈悬崖边缘的本能战力。这老头深不可测。晚辈陆胜，外门新入弟子，前来领取功法和法术。令牌。1楼自己挑，1本功法，1本法术，选好了拿到我这儿登记。这些功法大部分思路陈旧，跟我现在修炼的泛焰诀体系完全不搭。这本全篇恰好补上了11层和12层的内容，不需要犹豫了。悟性非凡，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。而且这法术能兼具炼丹，如果能炼化高品质妖火，我炼制聚气丹甚至生灵丹的成功率绝对能再翻1倍。
前辈，就这2本。这门法术选的人不少，练成的没几个。带走吧。多谢前辈。1个月后归还原本，期间自行抄录。焚毁经脉，但我有铜皮铁骨，经脉韧性远超铜界，容错率天生比别人高一截。别人怕烧，你扛得住。过目不忘虽好，但谨慎起见，还是抄录下来。修行差上1厘，或许就会成为走火入魔的着火点。第1天入宗，大半夜的，谁会动怒？谁？91号的新弟子，开门。外门事务堂例行登记。请出示令牌。哟，新来的还挺谨慎。令牌是真的，但大半夜拿着真令牌来敲门，未必就是干正事的。你是？外门事务堂巡查，别紧张，不是来找茬的。10岁。炼气4层。下品灵根。91号院，陆胜，信息对得上。我就问你2个问题，问完就走。请。第一，你入宗后打算加入哪个堂口？外门分6堂：任务堂、丹药堂、器物堂、阵法堂、灵职堂、杂物堂。新弟子有3个月考虑期，3个月后必须选一个。暂时还不定。第二，你的修炼方向。外门每季度有1次考核，炼气4层的弟子，季考标准是战胜同阶对手1场，或者提交等价的任务贡献。连续2次考核不过，扣阅历；连续4次不过，逐出别墅区，降入茅草屋。明白？炼气6层，我现在的修为差了2层。强行炼化就是引火自焚，急不来，先重修功法根基。陆师弟，陆师弟，还没吃早饭吧？我在食堂给你打了份热的。师兄请客，别客气。孟师兄，你一早盯着我呢。陆师弟说笑了，碰巧路过，碰巧。对了，陆师弟选了什么法术？让师兄瞧瞧呗，以后好切磋切磋。孟师兄，你越界了。
孟七是个情报贩子，绝不会平白无故献殷勤。看来有人对我很感兴趣。你是？在下御剑君，11岁半，隔壁邻居92号别墅，冒昧登门，还望师弟见谅。气息平稳内敛，炼气5层，不到12岁就有这修为，在外门绝对是第一梯队。你也是新入宗的？是，我入宗比你早几天，不过前段时间别墅调整，我刚搬到92号，便想着过来认识一下。师弟是苍云城人？我是东域玉家的。东域玉家出过2位金丹修士的修仙世家，金丹世家子弟跑来外门当弟子。时辰不早了，不打扰师弟休息。日后若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来敲92号的门。告辞。大晚上跑来敲门，自我介绍完就走，跟交名帖似的，图什么？交朋友？剑意雏形，这是我7岁那年在老槐树下悟出来的东西。3年过去，进展缓慢。剑意雏形是看见了剑的理由，小城市理由融入每一剑，中间差的知行合一，还缺一个契机。好剑意，师弟当真天赋异禀。这剑意雏形的纯度，恐怕距小城不远了。玉师兄，你站在我院墙上看了多久？抱歉，陆师弟，我方才也在晨练，走到这附近时，感应到了剑意波动，便不自觉地停了下来，是我冒犯了。这种窘迫劲儿太自然，装不出来。炼气5层感应到剑意波动，凑过来看看，说得通。但这墙太矮了，有空必须买个1阶防御阵盘。陆师弟，实不相瞒，我对剑道一途颇为痴迷。这本法术是我入宗时从家族藏经阁选的，名为一斩神，是一门极其特殊的法术，它的威力完全取决于修炼者的剑意强弱。你确定我学了不会被你家族追杀？师弟想得周到，不过玉家绝对不会有人对师弟出手，请随意。如此自信，就算不是家族嫡系，地位也绝对不低。剑意圆满，堪比筑基上乘法术。炼气期修士只要剑意圆满，就能打出筑基级别的攻击。这份礼分量不轻。你把这个给我，想换什么？2件事：一，以此赔罪，方才偷看师弟练剑，确实失礼；2，我修剑意已有2年，至今仍差临门一脚，迟迟无法达到雏形。陆师弟对剑意的理解定有独到之处，我想向师弟请教。这种打扰，多来几次也无妨。成交。不过今天不行，我还有事，改日吧。随时恭候。入宗半年了，炼气4层即将圆满，但无火之术却迟延重火，炼气6层才能碰。一斩神摸不到头绪，只能靠聚气丹稳住发育。
这半年除了苦修，就只剩下那2次避不开的外门祭考了。我认输。一胜一负，不上不下，刚好卡在及格线上。这是我有意控制的结果。外门规矩，胜了没有额外奖励，保持中游水平，既不引人注目，也不惹麻烦。等修为和底牌攒够了，再一飞冲天。陆师弟，叨扰了。今天想聊什么？陆师弟，我今日晨练时，试着将剑意融入玄水剑诀第7式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剑走到中段，意就散了。第7式是转折式，前6式序的式，在这里要变相。你的问题不在第7式本身，在第6式收尾的时候，一枚锁住。第6式收尾时，我的水灵力必须自然回旋，剑意跟着灵力走了一个弧形。问题就在这儿，剑意不是灵力，灵力要走弧形，剑意要走直线。你让他们同步了，所以第7式起手的时候，意跟着灵力拐弯，硬生生被拐散了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！你每次一激动就拍桌子，我这桌子快被你拍裂了。抱歉抱歉。成了，小爷，我成了！抱歉，师弟，我失礼了。你道歉挺快，不见你改啊。刚前记得赔。今日将一阶下品丹药，聚气丹的火候掌控各自开炉，炼制一炉真气丹，我巡查指点。陆师兄又成了，我还在提算第1份药材，他一炉丹都出来了，人比人，气死人啊！丹体圆润，色泽均匀，丹香内敛，杂质不到半成。陆生，你炼制聚气丹成功率有几成？回夫子，6成左右。你的基础已经扎实无比，继续炼制聚气丹对你而言意义不大，可以考虑进阶1阶中品炼丹师了。若是你能炼制生灵丹，以后每季度的考核可以直接接取丹堂的任务，不用去演武场上苦哈哈的打生打道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夫子，材料弟子已经备好。今日便想请夫子见证。丹堂的规矩，晋升1阶中品炼丹师，需在10份材料之内成功炼制出1炉生灵丹。丹方你应该看过了。回夫子，丹堂手册上的丹方，弟子早已熟记于心。好，休整1刻钟，然后开始吧。
保底率：炼丹每10次必然成功1次，当前生灵丹失败次数10%。在院子里，我早偷偷练废了9次生灵丹，第10次必然成功，这就是我摊牌的底气。我是青山江河的，好！陆胜，弟子在。你可认拜我为师？弟子陆胜拜见师父。靠山，自然是多多益善。好，好徒儿，快快请起。今日的丹药课到此结束，都散了吧。陆师兄，恭喜恭喜啊！我叫张三，以后有什么跑腿的活，师兄尽管吩咐。坐。你既拜我为师，为师也不能没有表示。这本分心控炉是为师早年偶然得到的炼丹秘术，算是给你的见面礼。分心控炉，一心二用，同时操控2座丹炉，这简直是为炼丹师量身打造的神器。多谢师傅。这门秘术对神念的要求极高，你如今修为尚浅，先看理论，莫要急于求成，免得伤了神魂根基。弟子明白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严某的亲传弟子，外门那些杂事不必理会。你的任务只有一个：修炼炼丹。宗门发的月历照领，为师这里每月再补你100贡献点，缺什么自己去宗门宝库换。谢师傅厚赐。你先回去，把分心控炉的理论看熟。3日后再来我这里，为师亲自指点你。神念一分为2，形成2个独立的思维核心。这就好比让一个人同时用左手画圆，右手画方，还要求完美无缺。整本分心控炉的理论，我已经全部吃透。现在实操。第1步，神念离体，成了。接下来，第2步。神念强度够了，但操控的精度和转化物理力量的效率差得太远，看来得找个东西练练手。如果将神念化丝的法门融入到剑法之中呢？用神念来驾驭剑意。进。陆师弟，今日丹堂之事我已听闻，恭喜了。消息传得这么快，严师傅收徒，这可是外门10年都难得一见的大事。现在恐怕整个外门都知道，91号院出了个了不得的炼丹天才。玉师兄，你们玉家可有专门锻炼神念的法门？
陆师弟，你这是真当我们玉家变成你家了？也不是不可以嘛。你这脸皮比铜皮铁骨还厚。锻炼神念的法门，我手上确实有一份。此书名叫《炼神术》，玉家老库里翻出来的残篇，只有3层。练完3层，精神力能从凡境推到灵境下品。凡境对应炼气，灵境对应筑基，这意味着在神念层面能直接跨越一个大境界。不过有个缺点，修炼过程极其痛苦，不是肉体上的痛，是神魂层面的撕扯，对意志力的要求很变态。玉家曾经有3个嫡系子弟尝试过，2个半途放弃，1个练差了，神魂受损，养了大半年才恢复。痛苦，意志力，别人扛不住的苦，我这挂着词条的身体未必扛不住。玉师兄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我要你帮我炼制生灵丹，每月10份材料，我出。每月至少交回15枚生灵丹。10份材料出15枚，生灵丹一炉最多6枚。我现在明面上一次成丹，但实际上成功率只有1成。全靠保底词条兜底。10份材料，保底触发一次出6枚，剩下9次全靠运气，撑死再出一炉，加起来11、2枚，离15枚的要求差了足足3、4枚。但是，如果拿到炼神术，精神力推到凡境上品，我就能入门分心控炉，再加上我即将突破炼气5层，灵力操控更精细。如果再强行越阶炼化赤炎重火，修成无火之术，温度、纯度全面提升，那成功率至少能拔高到4、5成。10份材料出15枚，不仅够，我还能赚一笔。成交，不还个价？价格合理，没什么好还的。炼神术残篇3层完整，你拿回去抄1份，原本明天还我。另外，生灵丹的10步急，我这个月刚吃完1批，你先把自己的修为和精神力搞上去，下个月开始交丹就行。我如今已经炼气5层巅峰了，等我突破炼气7层后，交易结束就不必麻烦师弟了。炼气5层巅峰，差不多。那我就当这单生意最多做2年半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自裂神魂，难怪御剑君说极其痛苦。这本质上就是把精神力生生撕开，用灵力缝合，再撕再缝，跟小时候用铁砂带砸拳头是一个道理，只是神魂撕裂的痛100倍于皮肉。1阶上品养神丹10枚装，修复神魂损伤的必备消耗品。赤炎重火，刚到的一批，1颗450，品相最好的500。小兄弟要不要？留1颗品相最好的，这是押金，半个月后来取。痛，已是本身被生生撕裂。
凡境上品，炼神术第1层，成。就差这一口气。修仙境界，炼气5层。炼气5层，神念凡境上品，是时候去拿东西了。赤炎重火，书上说炼气6层以上方可尝试，我现在还差1层，但我有铜皮铁骨，万一妖火反噬，扛得住。而且我有凡境上品的精神力，神念强度足以包裹火种，不至于在炼化过程中失控。妖火成了。有了赤炎重火，10炉至少能成6、7炉，御剑君要的15枚绰绰有余。15堂紧急通知，所有外门弟子即刻前往演武场集合。宗门发布了一道临时任务。红色紧急召集，宗门级的大事。陆师弟，红色召集令，按宗门规矩，这是要出大事了。边走边说。玉师兄，等一下，这个月的份15枚，你点点。陆师弟，这才1个月，我原以为你至少要2个月才能稳定产出。侥幸。师弟，你是我见过最离谱的炼丹师。不会是妖兽潮吧？前几年东域闹过一次。放屁！妖兽潮用得着咱们这些炼气期的炮灰？上去就是送菜。
各堂弟子肃静。我是任务堂外门长老钟冕，今夜紧急召集各位，是因为宗门刚刚发布了一道临时任务。1个月前，碧落宗在东域苍云城外围发现了一处秘境。秘境，苍云城，那不是？苍云城，我知道在座不少人对秘境一无所知，简单说3句。第一，秘境是上古世界碎片坠入本界形成的独立天地，内有天材地宝、妖兽，甚至上古传承。第二，此次确认为1阶秘境，危险程度对应炼气期，换而言之，机遇与风险并存，进去了就得做好死的准备。第三，秘境将在20天后自行开启，持续开放3月，随后闭合，下次开启时间未知。任务堂弟子此次为必参任务，其余堂口自愿报名，宗门鼓励参与，有贡献点奖励。报名方式将灵力注入你们的弟子令牌，对准预检即可登记。机遇、天才地宝、圣古传承，听起来确实诱人。但我是炼丹师，赚灵石的路子多的是，不需要打生打死。不去。你不去？秘境里药材矿石不少，但我这边炼丹走不开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，虽是好友，但不能自身意志强加于对方。你进秘境之前需要准备什么？疗伤丹、解毒丹、回灵丹、保命符箓、替死灵宝，杂七杂八加起来1000把灵石打底。解毒丹和回灵丹我手上有存货，明天送你几枚。陆师弟，你这人真有意思，明明一张嘴比铁门栓还硬，干的事儿却比谁都仗义。那是因为你给了炼神术，合一斩神，算回报。行，算回报。素素，陆胜哥哥，这么早？听好，接下来我要说的话，你一字不落地转告给你爹和你爷爷。苍云城秘境开启，罗家作为地头蛇，必定会被卷入漩涡。罗家不要惹事，越是所有人都在往前冲的时候，越不能脑子发热，让罗家把尾巴夹紧，否则一旦惹上不该惹的宗门势力，无人能救。